黄华成大病的时候，他交给我2个资料袋，然后希望我帮他复制一些幻灯片，帮他做30周年的大台北画派的展览纪念展的一个投射。做完之后，这些他就过世了，然后这些资料就在我这里。那我一直想说，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些资料好好的运用？所以很长的时间就慢慢的收集资料，慢慢的访问人，慢慢的一个一个抽丝剥茧的去找一些东西，才变成有今天这样一个展览。我以前的经验，我也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距离的长辈吧，就是你比较好像不会跟他非常的那样的亲近，但是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这个展它的性质，我觉得是很多重的。一方面，它是对黄华成这个艺术家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回顾展。但是对我而言，它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档案展哦，用档案的方式去构筑出黄华成这个艺术家，他在60年代以降，他在各个领域里面曾经做过的许多的事情。他的出身本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师大美术系的学生嘛，本来他其实都应该跟其他同学一样，好好去从事美术创作这一类的。可是他这个人就是古怪，然后希望求新，所以他不满足那个过去的那种传统的做法。他对设计非常有兴趣，那不止这样，他对电影、他对文学都有兴趣，跟一般的所谓画家不一样。所以他涉猎那么广，就会有很多的奇奇怪怪想法。他有时候可以实现，有时候实现不了，他就变成一些文字留在那边。所以这个很多未完成的意念是留在文字里头。之前我们就深知他的有形体的作品留在世间的其实并不多，大部分都已经找不到了。但是黄华成他同时他的特殊性在于，他认为他的作品的核心的部分其实是在他的概念，他并不是像一般的艺术家那样子那么重视所谓的原作。所以我们当初在做这个展的时候，是以档案为基础，那我们尽量按照他的档案、他的文件、他的影像，并且按照他精神、他认可的方式，去重新做这些作品。学生时代，他曾经画过一些画作，那有些毕业以后就留在学校。那也是我们这一次非常珍贵的，少数能够找到他的原作。我们把它放在展场的开端，作为黄华成有点像是他从美术出发，但是要去反叛美术、思考美术与美术进行辩证时候的一个起点。台湾在60年代虽然还是一个戒严森严的年代，可是在艺术上其实是百花齐放的时候。我常常形容那个时候是台湾的文艺复兴时代，因为那时候很多的创作者以现代之名，然后将这一股风气整个带上来。黄华成刚好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他参与了非常多的群体性的展览，比如说黑白展，比如说黄郭书展。那1965年起，他参与了剧场杂志的创办。但是他在做这些群体性的展览或者是群体性的实践的时候，他总是会跟别人有一点格格不入，有一点点想要去挑战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的一个最极限或者是最极端的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到了大台北画派秋展的那个展间，就是一个他很具体的，他要反对绘画，他要反对群体性的画派，他用写一个艺术宣言的方式来反宣言，他用一个成立一个只有一个人的画派的方式来反对画派哦。
我们认为说黄华城当时想要提出的是，那整个艺廊，这整个1966年大台北画派秋展是一件作品，所以我们在呈现的时候就把那一个重现的展件，整个视为一件作品去呈现它。当年黄华城做这个大台北画派这个展览的时候，他是希望一个比较随意的、比较不要那么严肃的展览，所以观众来的人是可以随处走动，而且可以随处移动他展览的东西，他可以移动他的椅子，他可以去装一杯水，他可以小孩子跑来跑去。我记忆力也不是那么好，也不太记得当年这个现场，但是因为还好，因为有装订那些照片，那我们根据那些照片，一个一个去想办法去复制出来。他总是要做一些就是实验电影嘛，他不要做那个太规矩的东西，所以他实验电影里面就有很多做法嘛，包括各种用速度的转变，用这个拍摄手法的一些装置，然后或者说放映的时候做一些配合的一些声响什么东西。《生之美妙》这个电影是长期的在我们台湾的实验电影史上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片子，但是都假定它已经遗失找不到了。那这次在展览的最后阶段，经过朋友的寻找，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存留下来的《生之美妙》的 copy。《生之美妙》是一个没有剧情、没有对白。没有一个叙事在里面的一个影片在里面你只看到一个人好像百无聊赖的困在一个地方，黏着在一个地方。先知它是黄华城的一个戏剧剧本，艺术家苏玉贤将先知重新拍摄成一个录像，请庄林跟刘允桑两个老师回到当年第一次公演的更新文教院去重演一次，然后他希望去贴近黄华城剧本里面原始的设定，两个人在观众席里坐着就开始演了。那我们这次就把先知安排在最里面的地方，它隐隐然就会跟《生之美妙》一个放在展场最外面的这个影像产生一种张力两个片子的主角都是庄林老师那一部是他非常安静、非常存在主义式的一个姿态的呈现。那在展场最里端的是庄林老师跟刘允桑老师不断对于这个理想、对于生存、对于生命有一些介于严肃跟荒谬之间的不断的对话。他好像跟《生之美妙》对比，会形成另外一个处于内在世界的一种争论。我是先知。黄华城在1970年代成为台湾很重要的书籍封面设计家，大量的以摄影为素材，以现成物为素材，设计了大量的意念非常新颖、过目难忘的书籍封面设计。那我们这次做这个展，有一部分蛮大的心力就花在如何去重建这群书的目录上我们先去找黄华城在70年代曾经跟哪些出版社合作，再从他的书单去查说这些封面长什么样子。那有一些设计比较新颖，我们再去查是不是黄华城的。那最后，我们会建立起一个超过250本的黄华城在70年代以来设计的书籍封面的样貌。黄华城在过世之前，他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告别。那同时，他希望他的告别本身也是一个关于艺术的行动。他在病榻上，还一直想说，我这个大台北画派30年的这个展览应该要怎么办？办完成以后，他又想到说他的告别式应该用什么形式，所以他就自己画一个自己的告别式的一个舞台出来。
那我们呈现的方式其实是将当时他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告别式的一个舞台啊，重新转化成我们这个展览对他的一个farewell， 他的一个告别。我一直觉得那个舞台那条长长的那条舞台那条路，就是他的通往他的天堂之路，或者是光荣之路。那你如果好好仔细看那些东西，你会觉得哇，他曾经走过这么一段，至今看起来仍然那么鲜活的一条路。黄嘉诚他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人哦，他在台湾的许多的领域上面都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然后试图走在最前面，试图去挑战那个领域里面最极端的一个表现形式的一种可能性。人就是这样子，该湮灭的也湮灭了，结果不该湮灭的也没有湮灭，所以今天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我们都从华城的他的故事、他的创作、他的失落，跟他的寓言幼稚当中，丰富了我们。我也在那个时代成长的，啊，所以好多信息、好多资料都在里头。很多情况就像这样子，若有若无的，啊，若甘愿若不甘愿的，你必须往前走，必须往前走。一个人跑那么前面，没有人可以理解你，那当然是寂寞的。但是他一点都不在乎啊，因为他就是要做一个第一个这样的人嘛。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当时不被那么多人了解或者这个承认，但是我相信这些展示出来，我相信可能应该更多人会慢慢的知道他的在艺术上的一种应该可以得到的一种声明。